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它已经比你家2楼的窗户还高了。欢迎来到不科学研究社，我是专门收集恐惧的珍姐。我是被迫加班的科学顾问辉仔。珍姐，你今天开场的那个声音频率太低了，我的音频接收器很不舒服。那你最好忍着点，因为今天要讲的是被称为日本现代最强的魅惑怨灵。我们回到那个被诅咒的夏天。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夏天，正在放暑假的高中生 K 回到了乡下祖父家。那里的空气黏腻闷热，除了蝉鸣声什么都没有。 K 独自躺在原侧吹着风，原本以为这只是另一个无聊的下午，直到那个声音出现。声音不像是从远处传来，而像是直接在脑海里响起。 K 疑惑地抬起头寻找声源，就在庭院那道超过2公尺高的围篱上方，他看到了一样东西，一顶白色的女性宽边帽。等等，2公尺高的围篱，帽子在围篱上面移动。没错，根据人体工学，戴着帽子的头部若要在2米高的围篱上露出，身高至少要达到230到240公分，这已经超越了人类金氏世界纪录了。这是巨人症吧？如果只是巨人症就好了。惠仔，你想象一下，那顶帽子沿着围篱缓慢移动，直到它停在了围篱的缺口处。那一瞬间，可以透过树叶的缝隙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身洋装的女人，但那个尺寸感完全不对劲。她不是站在围篱后面，她是俯视围篱。还有那个声音，明明是女性的外表，发出的却是像重低音喇叭故障一样的机械男声。 K 还没来得及感到害怕，那个巨大的身影就凭空消失了，就像被蒸发了一样。消失了，这不符合光学原理，而且那个声音声带结构要多大才能发出那种低频音？辉仔，在灵异世界里，被看见就是一种契约的开始。 K 当下没有意识到严重性，他以为只是自己晒昏头了。直到晚餐时间， K 一边吃着西瓜，一边随口向祖母提起这件事。奶奶，刚才庭院有个好高的女人哦，穿着白衣，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空气瞬间凝固，祖母的脸上血色在这1秒内全部褪去，她甚至顾不去捡碎片，颤抖地问：你刚才说多高？什么声音？你看见他了吗？他看见你了吗？这种反应最可怕，这代表着不是主角的幻觉，而是当地人知道某种绝对不能被提及的东西。这就是恐怖谷理论中的认知崩溃前兆啊！没错，祖母的恐惧是真实的，而接下来祖父的反应更直接。祖父逼问了 K 每一个细节，身高的推测，帽子的形状，声音的频率。当 K 再次模仿那个波波波的时候，祖父绝望地松开了手，瘫坐在地上。他喃喃自语说出了那个名字，是8尺大人，你被他魅惑了，米亚塔。米亚塔，
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涩涩的。不对，在这种语境下，魅惑通常代表是标记或锁定吧，就像是猎物捕食者在猎物身上打上了追踪器。圣洁，但比那更糟。被八尺大人的魅惑，意味着你的灵魂频率已经跟他同步了，你会更容易看见他，而他也会不计代价地来把你的命带走。祖父立刻意识到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一场生死倒数。紧急应变机制启动，这显示出八尺大人在当地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长辈们知道该怎么对付他，或者说知道该怎么拖延他。祖父联系了一位叫做 K 婆婆的灵媒，并开始布置避难所。祖父递给 K 一个蓝色的塑胶桶，并下了死命令，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7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能踏出这个房间一步。厕所就用这个桶解决。哇，连厕所都不准去，这代表房门就是生死界限，这在博弈学里是零和战局，只要踏出一步就是输，代价是死亡。但是珍姐，报纸封窗户是为了什么？物理防御力几乎为0吧？那是为了阻断视线。八尺大人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视，封住窗户是为了不要让你在心理脆弱的时候往外看一眼，而且还要给你这张东西。房门锁住，与其说是防八尺大人进来，不如说是防 K 出去。深夜降临了， K 独自缩在棉被里，听着窗外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神经紧绷到了极限。电视开着，但杂讯声让他更烦躁。就在这时，声音来了，不是从窗户，而是从门口。喂 ，K 呀，没事了哦，那个女人已经走了，快把门打开，肚子饿了吧？下来吃点东西。哦，是阿公，太好了，危机解除了。你这只天真的外星人，你仔细听啊，听什么？仔细听那个声音的背景音。开门吧。那个声音听起来确实是祖父，语气声调都一模一样，但是在祖父声音的空档里夹杂着那个令人呕心的机械声，播，就像是录音带卡机了一样。哈，盐变黑了，这是高浓度负能量反应，而且那个声音是他模仿的。没错，这就是八尺大人最恶毒的地方，他不只是高大的怪物，他还是高智商的猎人。他会读取你记忆中最信任的人的声音，用亲情当作诱饵，骗你自己解除结界。如果 K 那个时候没注意到背景的啵声，或者没看到盐堆的变化，一旦开门，就会看到那个2.4米的女人站在门口笑吗？或者门外根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无尽的黑暗将它吞没。K 全身发抖，跪在佛像前拼命念经，直到天亮。那几个小时，门外的祖父不断地说话哀求，最后变成了愤怒的叫喊，但背景音里的啵却越来越大声。K 活下来了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早上7点，一辆9人座的箱型车停在门口，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撤离行动。K 坐在正中间，周围坐满了拥有相同血缘的男性亲属，父亲、祖父、叔伯，这叫血缘结界，
利用有相同血脉的人散发出的气场，将 K 的气息掩盖住，让八尺大人暂时找不到目标。车速必须极慢，且 K 绝对不能张开眼睛。这是一种生物迷彩战术，利用相似的基因频率来干扰敌方雷达，很科学。但对手可是八尺大人。车子开动了，气氛沉重的像送葬队伍。就在车子开到村口的地藏菩萨像附近时，K 吓了一跳，本能地睁开眼睛，透过前面亲戚的肩膀往窗外看去。车窗外那个白色的巨大身影正以一种不合常理的姿势飘在车子旁边，他的身体弯曲着，巨大的脸紧紧贴在车窗玻璃上，眼球疯狂转动，往车内窥视。哇，他跟车了，时速多少？他是用跑的吗？当时车速大概20公里，但他不是在跑，他是滑行。脸贴在窗户上，那车里的人看得到吗？除了 K 以外，其他人只能感觉到强烈的压迫感和听觉干扰。K 婆婆大吼一声：“别看，闭上眼！”把符咒握紧。K 婆婆手里拿着佛珠疯狂挥舞，驾驶猛踩油门，车子发出尖笑声，冲过了村界的石碑。随着车子加速冲出村庄结界，那个贴在窗户的白色身影逐渐被甩在后方。K 听在那个噗噗噗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直到完全消失。他终于逃出来了，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再踏进这个故乡一步。就连后来祖父过世，他也无法回去参加葬礼。那个故事太绝望了吧，就这样逃一辈子，没有什么神剑可以砍死他吗？没有，这就是这个故事最真实的地方。人类对抗大自然或古老诅咒时，唯一的胜算就是逃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怪谈的背景了。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2008年的 Two Channel 论坛，发文者声称这是他10年前的亲身经历，因为叙述过于详细，加上封印、血缘结界等民俗学细节非常考究，让他瞬间引爆了网络讨论。珍姐，我有个疑问，八尺大人这个形象是不是跟什么古代传说有关？算你有做功课。我查了资料，日本东北地区有大女的传说，还有四国地区的长脚婆婆，甚至有人说她是被遗忘的古代地母神，因为失去信仰而堕落成妖怪，想招人叫替。没错，八尺大人其实是边缘恐惧的集合体，它象征着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边界，也象征着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压倒性力量，而且它还打破了一个规则。西方的 Slenderman 是穿西装的无脸男，而八尺大人是穿洋装的女人，两者都专门抓小孩，这是不是某种荣格心理学的集体潜意识？可以这么说，但八尺大人更进一步，随着网络传播，它开始发生了奇怪的进化。你老实说，刚才看到八尺大人的同人图的时候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是以艺术鉴赏的角度，虽然他很高很可怕，但那个身材比例确实有一点变态。这不科学啊！人类为什么会对想杀死自己的 monster 产生好感呢？这就是网络时代的魔音变异，原始的恐惧感在二创过程中被萌化了。巨大的身高变成了御姐属性，白色的原身裙变成了性感的象征，连原本恐怖的啵啵啵声也被转化成了成熟大姐姐的口头禅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恶灵古堡的蒂米特雷斯库夫人，还有最近爆红的动漫《胆大胆》。哦，你说的是里面的身手矫健的长发女子吧？对，虽然名字不一样，但那个高大的身形、连身裙，还有那顶宽檐帽，原型绝对就是八尺大人。只是在胆大党里，
他从纯粹的怨灵变成了一个因为生前失去女儿充满悲情色彩的角色，从无理的恶意变成了有故事的悲情人物。现代普及文化不但把它变性感了，还赋予了它人性。人类啊，真的很擅长把恐惧变成娱乐呢。胆大胆那段我看得超感动的。如果是那样的八尺大人，我愿意被他抓走。你刚刚不是还在做物理结界吗？爱是可以跨越物种和身高的，这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浪漫。好哦，那希望它出现在你床边的时候，你也能这么浪漫。听完了今天的故事，我们想请问各位社员，你觉得八尺大人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支持哪一个观点。观点一，古代遗神说她其实是古代被遗忘的守护神或大女，因为人类不再供奉她，神格堕落成了妖怪，想招人交替。观点二，异次元生物说她是误入地球的高维度生物或外星人，那个啵啵啵的声音其实是某种频率干扰，升高则是适应不同重力的结果。观点三，集体潜意识说它根本不存在，它是网络时代集体恐惧创造出来的，因为太多人相信它存在，它才获得了实体。我绝对投观点二，那个机械音就是证据，她肯定是来地球考察的巨人族学姐。我倒觉得观点三最可怕哦。如果是人类想象出来的，那就只要你们还在讨论它，它就永远不会消失。珍姐，最后给观众一个生存建议吧。万一真的听到了啵啵啵的声音，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一，不要看，物理上遮住眼睛；二，不要听，戴上抗噪耳机，播放你最喜欢的佛经或重金属摇滚；三，不要信，门外任何人叫你都不要开门，除非他能说出你们才知道的私密暗号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赶快订阅不科学研究社，我们的频道有珍姐坐镇，任何怨灵都不敢靠近。那可不一定哦，搞不好八尺大人现在就站在你身后，看着你按订阅呢。哇，别吓我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波。